须把小朋友的铲子借过来用用。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得你去了。我？当然了。我不行，我最怕小朋友了。小朋友有什么好可怕的？人家多可爱呀！快点！我没法跟小朋友沟通啊！我是真不行。有什么好沟通？你就说小朋友借一下你铲子。快点，快点，快点！嗨，小朋友们，你们好啊！你们玩什么呢？要不要叔叔跟你们一起玩啊？看你们玩挺好玩。来，铲子借叔叔用用。铲。妈妈，有坏人！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不是坏人。好不好看？想不想要？要不要交换？来，你要粉色的，你要黄色的。谢谢，谢谢，玩去吧。出现了，快快快！我来。你成功了，快打开，快打开！我埋进去的时候明明是新的。怎么会这样？10年过去了，变成这样也不奇怪。你尽力了。可是我明明都骗过时间了。也许历史注定没法被改变吧。还在想呢？是不管我多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吗？能改变的。你做的一切，已经将我改变了。在你出现以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孤单地面对所有的事情，为了证明我父亲的清白而去努力，为了隐藏身份而选择隐忍。直到你的出现，你让我不再孤单，你让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和有趣了起来。更重要的是，你让我的人生有了不同的意义。所以现在的我，就是你努力的成果。林仲夏，请继续加油。跟你说严肃的事儿。我说的也是严肃的事情啊。因为你的努力，所以我更加的不会放弃。现在反倒是你，王艺兴已经不见了，没有人再会威胁到你的安全。所以，我想对你说，欢迎回家。
这个天台还是有很多回忆的。小的时候，我爸也偶尔带我来这里，那会儿这都不是这个样子。这些年过去了，变化这么大，他一定想不到吧？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之前许叔听了我的经历嘛，他不仅没有嘲笑我，也没有觉得我在说谎，相反，他想让我给你带句话。什么话？许叔叔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把这些话带给你。爸爸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情，爸爸只希望你珍惜所有的快乐，过得幸福。像是他会说的话。他还谢谢我陪你呢，你不谢谢我？谢谢你，满意吗？就这样，太敷衍了吧？谢谢你。最近很奇怪啊，我总是想起那个很奇怪的人。奇怪的人，对，就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之前那个谁啊？小仙女儿阿姨啊。对呀。要是说起感谢的话，我还真挺想谢谢她的。哦。在我最无助、最悲伤的时候，鼓励过我，鞭策过我。天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善良的女生？真的，你得好好谢她。哎，想谢谢也没有用啊，她突然间出现在我的世界里，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而且其实这个人吧，真的是挺奇怪的，总是遮着半张脸，我又见不到他长什么样子，神经兮兮的，脑子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说人家神经兮兮的呢，哎呀，也总比某些那些杀马特好吧？天的，什么贵族，什么 Q 币，什么头套都挂嘴边。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就是小仙女。不是你拦着我，早就……说了是我还不信呢。真的是你啊！当然了。哇，宇宙真奇妙啊！知道就好。哎，那怎么多个二维码？哎，手机给我上。走开。徐晓东，在这呢。哎，你可以呀。哎，你是不是还想偷偷跟我表白呢？哎呀，你别扭扭捏捏的呀。哎，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哎，你别回避呀，你正面回答我。是，一直都是。雷书强，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
初夏，你怎么来了？我就猜到你在这儿。哎，你那游戏见面会应该挺顺利的吧？嗯。感觉你能遇到那些心有灵犀的玩家，应该很开心吧？嗯。啊，还有那个什么，下午圆圆跟我说什么我们以前还约定老了以后要做什么最酷的老太太，想想都不可思议。你觉得呢？陈教授，难道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只要能阻止初夏消失，我什么都愿意做。陈教授，小东，陈教授尽力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理论上的。初夏，他在10年后的今天，他必须靠引力波的能量才能存在下去。可如果他回到10年以前呢？他原先生活的地方，那他就不需要能量了，他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也就是说，您只要能把那机器修好，初夏回到10年前，初夏就会没事儿。可关键是机器修不好，这台机器我试过很多次了，我都修不好。王一新，他虽然是个疯子，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还是个天才。如果能够找到王一新的实验材料的话，您的把握会不会大一些啊？你要是能找到材料，我就有把握可以修好机器。小东啊，我那台中控电脑老是出故障，影响我的工作效率。你不是电脑天才吗？帮我看一下。好，来。高亮，高亮。给小东看一下电脑。好。陈教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初夏，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成功的回到10年以前，那你有可能就要面对11月18号，面对魏宣和，面对那一天的夜晚。然后，10年以前的引力波会再一次把你送到10年以后，你会再一次遇到小东相知相爱，然后10年后的引力波依然会消失，再然后我又再回到过去，经历11月18号，无限循环。就像物理学家费曼所提出的路径积分理论，时间粒子会在时间和空间的闭环当中循环往复，永不停歇。你可以直观地理解成，就像莫比乌斯环一样。就是说，无论我回到过去多少次，都没有办法阻止魏宣，因为历史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小东也依然会经历他爸的病逝，经历痛苦的自我成长，而我除了陪着他，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你的出现，给小东的生命里带去了一束光，因为你的爱和陪伴，
小东才有面对一切的勇气。能够无数次相遇，无数次相爱，即便经历宇宙的异象，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你知道 Meaning-Words Interpretation 吗？多世界诠释，这是 Everett 在1957年的论文当中提出来的，也就是平行世界。平行世界。对，如果你回到10年前的11月18号，你回到的只是那个时间，但不一定是你原来的那个世界，可能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那个时候，你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是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会造成不同的后果。但是初夏，你一定要记住，你最终要面对的是注定的抉择。初夏，这是你必须面对的注定的选择。初夏，初夏，怎么了？从415一出来，你就心事重重的，是陈教授又跟你说什么了吗？不是，就这几天事情太多了，有点累。是啊，你放心，我会尽快把这件事情都解决的。